我有一计，定叫诸葛亮双手献上荆州，刘备丧妻必将续娶。主公现有一妹，极为刚勇，士必数百，举长带刀，房中摆满兵器，虽男子不及也。我今上书吴侯，叫人去荆州假作说媒，诱刘备前来入赘，只要将他转到南徐，便将他囚入狱中。那时再叫人去讨荆州，换回刘备。周瑜这个计策的确不简单，但他忽略了刘备的魅力和诸葛亮的脑力。第二天，周瑜便把美人计的事告诉了孙权，而孙权也觉得此计甚好，于是派吕范过江找刘备说媒。另一边的荆州，自从甘夫人走后，刘备每独处时都会想起和甘夫人的点点滴滴。就在黯然伤神之时，手下来报，孙权派吕范过江前来，并且点名要和主公单独议事。诸葛亮听了，料定孙权派他来肯定没憋什么好屁，八成还是想打荆州的主意，于是告诉刘备，一会无论那吕范提什么条件，都先答应下来，自己则会躲在屏风后偷听。二人交谈间，刘备得知吕范此次来是给自己说媒提亲，于是以甘夫人尸骨为函为由拒绝。吕范却胸有成竹地表示，新娘不是别人，而是孙权的妹妹孙尚香，不但有沉鱼落雁之貌，而且仪态万方。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，那曹操便不敢小视东南。此事家国两便，请皇叔勿疑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吴国太师爱孙尚香，不肯让爱女远嫁，想请刘备到东吴成亲。此时刘备知道了相亲对象乃是孙尚香，已然没了开始的那般决绝，内心不觉有几分动容。我年已半百，吴侯之美正当妙龄，恐不相配。吕范察觉刘备已然动心，于是趁热打铁表示，刘皇叔太过多虑了，孙尚香虽为女子，但志向胜过男儿，经常说非天下英雄不嫁，岂会嫌弃年龄上的差距？刘备表示此事容我再考虑考虑，来日再给你答复。谁料吕范刚走，躲在后面的诸葛亮却调侃起刘备，恭喜主公！哎呀，有何喜事？吕范虽说是来提亲，然而真去江东，恐怕凶多吉少。诸葛亮告诉他，富贵险中求，此次联姻对咱们来说绝对是千载难逢的好事。至于孙权和周瑜的那点心思，自己早已看透，自有对策应对，让刘备放心的去。此去事关孙刘联盟之大略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可去，可去，可去，可去。子龙随从保驾，主公尽可宽心过江。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，刘备最终下定决心慷慨献身。次日，一身红色嫁衣的刘备带着嫁妆与陪嫁的赵云准备去东吴做上门女婿。临走前，诸葛亮交给赵云3个锦囊，告诉他遇事不决时依次拆开。随后刘备骂骂咧咧前往东吴。当送亲的大船靠向东吴码头时，刘备发现奇怪之事，这等联姻大事，码头却如此冷清，孙权也未曾派1人前来迎接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于是赵云打开了第一个锦囊。赵云和刘备看完诸葛亮的锦囊，相视一笑，军师果然料事如神。原来孔明早已猜到孙权嫁妹是假，想囚禁刘备换荆州是真，而且不仅孙尚香不知此事，就连整个东吴都被蒙在鼓里，所以码头这才无1人迎接。锦囊中的妙计便是让刘备假戏真做，那孙权不是想封锁假联姻的消息，于是第一步就叫刘备一行人大张旗鼓招摇过市，让东吴百姓都知道他们的主公要与刘备联姻。谁家的女婿啊？各位父老，吴侯派吕范大人为媒，到荆州邀我家主公刘皇叔到此，与吴国千金完婚。好，请各位让个道，让个道了。第二步便是马不停蹄去见东吴威望甚高的乔国老，并送上重礼以示友好，然后旁敲侧击地告诉他，孙权要嫁妹妹于自己结秦晋之后，他乔国老得知联姻大事，必然会去到吴国太恭贺欣喜。果然，吴国太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，身为母亲竟然不知道女儿要嫁人了，于是立刻命人叫来孙权问话。此时吴国太早已被气得捶胸大哭。若把我看作何等人？母亲从小抚养我长大，如同亲生母亲。母亲有话明讲，请勿动怒。我岂能不怒？若将妹妹嫁给刘玄德，我身为儿母，此事为何不禀告于我？事后为何又瞒着我？难道汝妹妹不是我亲生女儿吗？眼看消息已经走漏，急中生智的孙权立刻把锅扣在了周瑜头上，表示周瑜为了夺回荆州，这才假意联姻，其目的是要将刘备骗来，并不是真的要把妹妹嫁给他。吴国太听完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好个没有出息的东西，行此下作之事！身为6郡81州大都督，竟拿不出个像样的计策，却拿我女儿使美人计。如若杀了刘备，
我那宝贝孩子岂不成了望门寡？将来如何嫁得出去？岂不误我女儿一生吗？这乔国老早有耳闻刘备乃仁义之士，再加上收了刘备重礼，于是帮刘备说起了好话。事已至此，不如将错就错，索性真的招下刘玄德为婿，也免得出丑。刘皇叔乃汉室宗亲，当世豪杰，若招了这门女婿，也辱不了令妹啊！哎呀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可这不必相争。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的地步，想要悔婚已是不可能。于是吴国太当即拍板，决定明日在甘露寺为女儿相亲。要是看中了，就把孙尚香嫁给他；要是看不中，那就让孙权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此时的孙权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只能乖乖听从吴国太的吩咐。回到府上的孙权暴跳如雷，听说那刘备都50多岁了，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，万一被母亲看中了，妹妹的一生岂不是被自己毁了？此时吕范出了一阴招，明日不管吴国太看没看上，直接在甘露寺除了刘备与赵云，自己安排心腹贾华带300刀斧手埋伏于甘露寺，以你摔杯为号，直接灭口。孙权思虑片刻，便决定就这么干。家长吴国太乔国老先至甘露寺等候。此时刘备刻意收拾一番后，带着赵云前来相亲。初次见刘备的孙权不禁心中一颤，完全颠覆了自己幻想的样貌。果然仪表不凡呐！随后两位当时枭雄四目对视，双方都看出对方的气宇不凡，虽未发一言，但心中却是感慨万千。接着二人虚假客套一番后，双双进入甘露寺。当刘备刚踏入寺门时，吴国太的双眼瞬间被刘备深深吸引。此人身躯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就有龙凤之态，加上此时乔国老在一旁一个劲的对刘备吹捧，于是默默点头承认了这门亲事。孙权斜眼偷瞄了一眼国太，心说不好，看来老太太已经看中了刘备。随后吴国太摆酒设宴招待刘备，现在他对这位女婿可是越看越顺眼，越看越开心，在宴席上一个劲的夸刘备。国老真乃家婿也。是啊。此时吕范暗示孙权该摔杯为号了。孙权正要摔杯时，赵云来了。原来赵云巡视四周时，发现了藏匿的刀斧手。主公，刚才我在廊下巡视，见屋内有刀斧手埋伏，看来孙权怀有杀心。此时刘备可是有吴国太撑腰，于是直接给丈母娘跪下。国太要杀刘备，就请在此动手。玄德何出此言？廊下埋伏刀斧手，不是要杀刘备，又是为何？吴国太一听，料定是那孙权搞的鬼，谁敢动我的好女婿，我和他没完。说完便拿起酒杯摔了出去。谁料酒杯刚落地，贾华就带人冲了进来。贾华，你要造反不成？贾华那是一脸懵逼，什么情况？于是赵氏把话撂了出来。讲好了摔杯为号，我是照令而行。吴国太现在可没心情听这些有的没的，初次和女婿见面就闹出如此乌龙，万一惹恼了女婿，毁了这门亲事，该如何是好？今天定要给女婿一个交代。于是立刻命人将贾华拉出去砍了。刘备见状，赶紧下跪求情，顺便给丈母娘一个台阶。如果因我一个外人杀了贾华，岂不是伤了你们君臣的感情？况且杀了他，自己也难以继续在东吴待下去。刘备的一番话，无疑又让吴国太对他刮目相看。贾华，若非刘皇叔讲情，定要砍你的狗头。谢国太不斩之恩，谢刘皇叔。刘备借力打力的操作，让孙权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接着一副你能拿我怎样的表情看向孙权，而孙权也不甘示弱，暗暗记下了这笔账。此时吴国太说道：“让刘备先回驿站好生歇息，等自己选好良辰吉日，便让你和孙尚香完婚。”相亲成功的刘备在院中散步，忽见一块大石，心起赌意，拔出宝剑仰天祷告：如果能平安返回荆州，就将这块大石劈成2半；如若身死江东，便不能劈开。祷告完便手起剑落，果然大石被劈成2半。此时孙权正巧看到这一幕，于是问刘备为何如此憎恨此时。备年近50旬，尚不能为国除奸，匡扶汉室，常引以为恨。今蒙国太招为女婿，此乃生平幸事，适才问天买卦，如能破曹兴汉，断此事为2，不想果然如此。孙权明白刘备是在胡说八道，于是也抽出佩剑，心中默念祷告，向天问卦：苍天，若能在取得荆州，兴旺东吴，保佑我斩断此事。随后孙权手起剑落，大石也成功被劈成2半。凑巧的是，二人今日祷告的愿望以后确实实现了。另一边的周瑜却被气疯了，手下告知刘备在甘露寺相亲成功，本月26就举行婚礼大典。于是他赶紧命人严加监视刘备，千万不能让他逃脱，自己这就安排人手灭了他。是。次日，孙乾从乔国老口中得知，吴国太已经选好了吉日，就在本月26号，距今还有10日。好，此事已定，心中如石头落了地。
孙权接着说道：“自己回来之时，发现馆驿周围比往日多了许多兵卒，看来孙权还是不死心。”刘备思虑片刻，说道：“你马上让乔国老带话吴国太，就说有人要加害于我，这几日就要回荆州。”遵命。国太，玄德恐有人加害，急于要回荆州。吴国太听闻那时怒火中烧，已然料到又是孙权、周瑜搞的鬼，于是下令将刘备及其部下全部搬到府中居住，直至大婚。周瑜得知此事后，气得捶胸顿足。主公派人来问大都督，此事该当如何处理？人都被接到国太府住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等着掏钱随份子。时间很快来到26号，只见国太府内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一条1000余米的红毯从大门一直铺到殿堂。吉时已到，刘备与孙夫人二人踏着红毯缓步朝礼堂走去，伴随着庄严而又喜庆的鼓乐声，在吴国太与所有人的祝福下，二人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携手入了洞房。准备入洞房的刘备走到门口傻了眼，灯光之下见枪刀簇满，士兵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，这下可把刘备吓得冷汗直冒。这是何意？贵人不必惊慌，夫人自幼好习武事，平日常令侍婢击剑为乐，故而如此。洞房乃祥和之所，陈兵耀武，使我心寒胆战。在正史上，诸葛亮还因孙夫人调侃过刘备，说他北拒曹操，东虑孙权，内有孙夫人。孙夫人见刘备胆子如此之小，于是来了一波嘲讽：英雄与沙场厮杀半生，难道还怕几种兵器？撤去兵器。随后势必退下，不再打扰二人洞房。孙夫人坐于婚床之上，刘备则慢慢地撩起新娘的珠帘，缓缓露出的是一张英气又美艳的容颜。刘皇叔顿时就被孙尚香的绝世容颜所吸引，不禁说起煽情之语。皇叔看什么？是不是嫌妾身貌丑？哪里，我刘备奔波一生，不知何时修来此等福分。夫君，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。随后二人在微弱的烛火之下发生了一些不该看的事。柴桑的周瑜得知那刘备与主公之妹每日如胶似漆，忽然心生一计。既如此，莫如将刘备软困于东吴，盛助攻势，以丧其心志，多送美色珍玩，以娱其耳目，使刘备沉湎于享乐，分开与关羽、张飞之情，疏远于诸葛亮之默契，而后我发兵征讨荆州，大事定成。周瑜的计策很快送到南徐，孙权看后当即就拍手叫好，立刻就命人给刘备安排了一处豪宅，每日送去好酒好菜与歌妓伺候，尽量不让他接触外人。知悉范蠡出身的刘备，经历无数艰难险阻，从未享受过如此快乐。面对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而且每日还能与美人夜夜笙歌，果然不出几日便沦陷于其中。每日除了吃喝睡觉，就是与娘子舞剑，将荆州与兄弟全部抛于脑后。就在刘备整日在府中饮酒作乐时，子龙几次求见，都被刘备各种理由驳回。这天，忧虑重重的赵云再次被刘备拒之门外。突然，一卖荷包的小贩让他恍然大悟，他想起了诸葛亮的锦囊妙计，